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米兰。北京93大阅兵本该是中共展示国威军威的场面，但这一次却意外掀开了一个惊人黑幕。中共党魁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走向天安门时，被央视直播收音，聊的居然是换器官和长生不老。更惊悚的是，这番对话并非随口闲谈，而是呼应了中共内部臭名昭著的981首长健康工程，一项专为高层量身打造的延寿计划，目标直指150岁。这个工程由301医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牵头，集合7位首长保健专家、30多位特供医生、170多位会诊专家，设立防癌、抗衰老、器官移植等专门科室。301医院称，该项981健康工程经过60年发展，已获得长足进步，医疗体系属全球第一，并透露中共领导人平均寿命普遍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。2008年，中共领导人的平均寿命已达到88岁，到2010年，中共领导人平均寿命已高出美国领导人平均寿命超过10年。值得关注的是，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，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呈火箭式飙升，与981工程几乎同步。国际社会多次质疑中共是否建立了一条权贵续命、百姓断命的国家级器官产业链。此外，疫情期间，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和文化部副部长的高占祥去世。中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追忆说，这些年来，高占祥一直在顽强地与病魔做斗争，身上的脏器换了好多。他戏称，许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。而高占祥最高也只是中央候补委员，远没有达到更高层级国家领导人的特权。江西高中生胡鑫宇离奇失踪案的曝光，让民间普遍质疑他被摘取了器官，也同时再次让981健康工程浮上水面。网络上掀起对中共权贵依靠特供器官延续生命的质疑。随后301医院相关广告被封控，百度对981健康工程的介绍也不再显示。时事评论员李林一指出，9月3号习近平和普京的对话，印证了近年国际社会有关中共设国家级器官贩卖产业链的指控，以及中共权贵享有器官特供的黑幕。再回到阅兵现场，央视的直播镜头完整捕捉到这段惊人对话。习近平说，人生70古来稀，现在70岁仍像个小孩。普京接话，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，人类器官可以不断移植，越活越年轻，甚至长生不老。习近平补充，有人预测本世纪可以活到150岁。金正恩则在一旁探头偷听，却全程沉默。讽刺的是，从直播画面显示，习近平走上天安门的台阶时，连续休息了2次，而每次暂停时，金正恩和普京都跃跃欲试的还要往前走。上到天安门之后，习近平明显走不动了，普京和金正恩一度走到了习近平的前面。此次习近平露面，脸色惊人的黑，头部肿胀，在观礼台上的他头偏向一边，并不时的抖动，显露病态。对他的身体状况，外界一直传出如2次中风、心脏病突发等等消息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普京在随后的记者会上承认，是的，我和习主席确实聊到了这个话题，这让原本的闲聊彻底变成了公开丑闻。针对这段习普对话，美国会众议长约翰逊9月3号回应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的相关提问时说，我们听过很多来自中国关于器官移植的骇人说法，这些器官是从不情愿的捐献者身上取得的，这么说已经是轻描淡写了。而他们的相关谈话居然被麦克风无意中录到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，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。这显示出他们的世界观与我们的道德观完全相反，甚至可以说是邪恶的。约翰逊还表示，中共领导人亲自谈论这件事，应该引起高度警惕。不仅医疗特权，中共权贵阶层享有的特供是全方位涵盖的、体制性保障的。中共特供体制由当局对政府官员、特殊人士
提供特定物品供给，以及秘书、警卫、司机、勤务、厨师、保姆、专车、住房以及特殊医疗待遇和服务，如高干病房是全套体制特供，其中高级干部可终身享受此类特殊待遇。这一制度被认为起源于中共延安时期，1949年中共篡政后，由中共政府正式施行并维持至今。1959年到1961年，中共搞大跃进、大干社会主义，结果导致3年大饥荒，民间统计约3000多万普通百姓因饥饿而亡，但同时却是中共特供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。60年代初，商品匮乏，食物短缺，中共中央令全国各地以政治大局为重，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，全力以赴支援北京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高干特供早就是个公开的秘密。毛泽东享用的烟酒、书籍、大米白面都是特供。毛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，就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至长沙，专门为他空运活鱼。整个中共高官特权阶层都是特供，从上到下，各级官府都有自己特供食品的供应基地。赵紫阳曾经提出消除腐败的设想，其中就有取消高干特供，当时得罪了很多高层政要。8964民运被中共镇压后，高官的各类特供更是肆无忌惮。北京东华门34号供应部就是高干的副食特供点，国产名优特新产品应有尽有。特供产品还包括从国外进口的名牌家用电器、手表、香水、泥料、巧克力、白兰地、珠宝首饰等等。俄罗斯顶级黑鱼子酱、法国鹅肝酱在这里不过是寻常之物。北京百货大楼的特需部专为高官和家属提供稀有食品和商品，设在4楼7号房间，呢绒绸缎、名酒好烟、高级食品、各地名贵土特产应有尽有。同时还享有买东西不用票证、价格低廉，甚至可赊购达4万元的特权。当污染严重、毒食品泛滥，普通百姓无奈吸着有毒空气，吃着有毒食品，喝着毒水时，中共高官们享受各种特供，包括特供米面、蔬菜、烟酒、茶叶、药品，甚至是特供水和空气。中共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主任祝永兰曾公开宣布，他负责的特供中心为94个部委老干部们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，来自于国务院后勤基地、中央警卫局农场、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13个省市、直辖市、自治区的生产基地。祝永兰在中央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表示，特供食品条件非常严格，重点在安全性和营养性，都是真正的有机食品。蔬菜水果家畜一律在自然环境中生长，不使用化肥、农药、激素，无污染，不使用化学添加剂、防腐剂，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。一个环节不达标，就不能入选特供产品。中共特权阶层享受特供待遇和健康工程，而中国的普通大众却在经受经济持续低迷、各行各业大萧条、失业率高企的生存困境。9月1号，当局强制社保全面上路，更引发企业倒闭潮、失业潮同时爆发，工人工资骤减，民怨沸腾。连日来，从北京到河北再到重庆，民间的反抗声浪不断高涨，反共标语的内容也不断升级。从北京到河北，民间抗争形势越来越激烈，尤其是厕所革命，张贴的标语内容不断升级，甚至有民众呼吁全民反抗，要求独裁者下台。8月31号，重庆大学城投影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、暴政共产党下台等反共标语，也在海内外掀起热议。之后，北京又出现一份总书记下台的大字报，也在网上热传。中国百姓民不聊生，中共此次阅兵却烧掉360亿元人民币。不仅如此，当局不断升级维稳，严格控制异议人士，驱赶抓捕访民。北京更是戒备森严，随处可见警察驻守，市民回家也要被盘查。9月2号，在北京地铁里出现大批配枪军人，同时
天安门和长安街区域被封锁，街头军警林立，各处天桥、地铁也都有军警站岗。阅兵前甚至传出长安街沿线住户遭严控，天然气全断，汽油排空，菜刀登记，窗户封死。旅美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说，现在中国社会实际上就处于一个火药桶的一种状态，只是这个火药桶插一根火柴而已。我不知道那根燃起的火柴是在哪里，只要这根火柴一点燃，我相信中共这个政权很快就会在人民的愤怒的汪洋大海中销声匿迹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